友情提醒啊，这期视频呢，大家最好别在吃饭的时候观看哈。说2017年啊，一部印度电影横空出世，不仅以10亿卢比的战绩横扫了本国票房，还在包括中国和加拿大在内的10多个国家上映，成为了印度电影出海的典范。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Toilet: A Story of Love， 而中文翻译则更加直白，厕所英雄。影片的内容呢，也是味道十足啊。说在印度农村的传统观念里头呢，这厕所是污秽之物，所以啊，家家户户都没有厕所。而男人可以随便找个阴沟解决，女人却只能在漆黑的夜晚走很远的路出宫。为了给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如厕环境呢，出身农村的男主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极限操作啊，从去蹭别人家厕所，到去蹭火车上的厕所，到铤而走险去偷了个移动厕所。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啊，干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向千百年来桎梏落后的传统观念宣战，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英雄。这个电影的结局呢，是宝莱坞式的大团圆啊，村里头终于建成了现代化的公共厕所，不仅是男女老少终于摆脱了露天如厕的尴尬，还从源头上改善了饮水和空气的质量。最重要的是啊，他跟老婆的关系啊，从一开始的不修厕所就离婚，到后来并肩成为了争取厕所自由的好战友，成就了一段浪漫而又沁人心脾的爱情故事。整个影片啊，其实不管是故事还是演员都非常到位，让观众看的是笑中有泪，所以呢，票房口碑是双丰收。跟另外一部同样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这丈夫为老婆制作卫生巾，最后改变了几亿女性命运的电影《护垫侠》并列成为印度电影里的众口双璧。不过啊，谁都没想到，困扰电影里头男女主人公的这个厕所问题啊，居然能够在7年后蔓延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而且还在网络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是愈演愈烈，反转不断，上演了一出比电影还要精彩的加拿大厕所英雄传。那到底是普罗大众对印度人的这卫生问题忍无可忍了，还是一场精准针对印度族裔的社死打击呢？而沙滩上的那一泡那啥，会不会掀起一场新一轮的反移民浪潮？下面请大家务必放下手里的零食饮料外卖美食，咱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加拿大沙滩厕所门事件。这事儿的起因啊，是一位住在安大略省小城 Wasaga Beach 的年轻妈妈，在自己的 TikTok 账号下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痛批有人在距离她家后院只有10多米远的沙滩上随地大小便，还强调说啊，这可不是就是突然内急来不及上厕所的这个随机事件，而是具有集体性计划性的行为。那些人甚至还专门在沙滩上搭起了帐篷作为临时厕所，不过里面却没有放什么马桶啊便盆啊，直接就地解决以后用沙子给埋起来。 She's seen that they were using this as a washroom. 那这样的 party 入夏之后几乎每周都有，于是沙滩上很快就布满了地雷啊。原先孩子们去沙滩是去堆城堡的，现在直接变成扫雷游戏了，还是难度最高99颗雷的那种。因此啊，他早就不许孩子们去挖沙子玩了，自己呢也改掉了多年养成的赤脚在沙滩上散步的习惯。这段看了让人既糟心又恶心的视频，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获得了400万播放。下面的留言里头，不少人附和说这位妈妈所言非虚啊，自己也曾不幸中过招，对那种货真价实的踩屎感留下了终身阴影。还有人说啊，这种极端恶心的行为这些年是愈演愈烈了，随处可见，甚至有的人连钻进帐篷里这个环节都省了，光天化日之下就脱裤方便，把这个全球最长最美的淡水湖沙滩变成了公共厕所大粪坑啊。当地的一家夏令营的负责人更是留言说，因为湖水中的大肠杆菌严重超标，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前就叫停了户外游泳的活动。尽管拍视频的这小姐姐并没有具体指出到底是什么人在乱排乱放，只是强调说通过长相和口音判断，他们肯定不是本地人，应该是外来的移民。但是评论区里99%的人都异口同声，我知道，肯定是印度人没跑。这里边的原因啊，除了大家印象当中印度人堪忧的卫生习惯，著名的大型病菌培养皿啊，干了这杯恒河水，来生还做印度人之外，先前的那部厕所英雄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在那部电影里头啊，就明确的介绍说，
印度人的传统观念里头，厕所是污秽和不洁的，哪怕是最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也坚决不会在家里头修建厕所，因为只有在田间地头排泄，做到天当顶，地当马桶，才能算得上是从里到外的干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直至今日依然有将近6亿印度人习惯在户外解决问题，而半数家庭则根本没有厕所。就算是在大城市有公共厕所的地方，没有厕纸，没有洗手的这个用水，那经常是常态。再加上清洁工人也严重不足，那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暴击，实在是令人终身难忘啊。换句话来说，去那样的厕所，可能还真不如在露天里解决来得干净。而另一个广为流传但是未经证实的说法呢，是因为饮食习惯等原因，印度人的肠胃功能很容易引发自动排毒的被动技能，也就是身体发现不对了，先湍为敬，这就导致了一般普通人每天定时，比如说2次就能搞完事儿啊，但是放到印度人那儿就变成了随时随地。总而言之就是一提到随地大小便，几乎在加拿大的所有族裔就都把矛头指向了印度裔，甚至连印度网友自己他也不否认这个事儿。有印度裔的100万大 V 拍视频怒喷那些少数同胞管不住腚，丢人现眼，害其他正常如厕的印度同胞跟着背锅呀。一时间，印度人在 Wasaga Beach 沙滩上大便就成为了网络热门。相关视频下面大都是痛斥印度人乱排乱放的问题，即使偶尔有出现过1、2个为他们辩解的，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和习惯问题嘛，毕竟人家千百年来都是这么一个传统，一时半会儿有老年人改不过来也是比较正常的。对于这种声音大多数网友们并不买账，这是加拿大，又不是印度，不管是沃尔玛还是麦当劳，购物中心还是加油站，厕所不是什么稀罕物至于随时随地解决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在公园里头沙滩上，这厕所的距离有点远，但是你有时间搭那帐篷，难道就没时间找个厕所吗？再退一万步，就算是你实在是只有在大自然的沐浴下才能顺利解决，那么像遛狗的捡屎官那样，你拿个袋子收拾一下也行非要跟猫一样挖沙子埋起来，而且还就那么浅浅的一层，这不是存心害人吗？再退一步，算了，也别退了，再退估计就真的退回印度了。那随着这事的热度越来越高，更多的人也就加入了吐槽的队伍当中。有房东说印度租客租过的房子又脏又乱，还有异味；有人说印度餐馆用同一块抹布擦桌子擦地还刷碗，小强和老鼠满地走，实打实的做到了印度标准的干净又卫生。干净卫生兄弟们。还有很多人立即分享被印度人插队、抢占停车位、职场霸凌，以及那些操着印度口音自称是微软安全员跟你说你电脑中毒了的诈骗电话。本来这是一个曝光沙滩乱拉粑粑的视频，评论区里却变成了三哥三嫂受害者诉苦大会。而反方呢也发起了反击，有人就指责那个最开始拍视频的小姐姐说她是个种族主义者，故意挑起民众对印度人的仇恨，甚至还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说加拿大不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吗？说好的包容度呢？说好的对其他民族传统的尊重呢？这不就是在说一套做一套吗？虚伪。正当这类网上的嘴炮骂战愈演愈烈之际那个曝光视频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这下子反方噌的一下就跳了起来，你看他心虚了不是？搞不好这事就是编出来专门黑我们印度人的。没想到1星期之后那位小姐姐又发了一个新的视频，解释了，说其实是因为自己被警察上门请喝茶了，所以才不得不删掉了原视频和留言。她呢还公开了一段用手机拍下的警察的执法录像。那位警官表示最近安省省警收到了海量投诉，说他的那段视频内容和事实严重不符，而且有煽动和引发种族仇恨的嫌疑，所以要求他删除。对此，小姐姐是据理力争表示我只是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而已沙滩大便不仅有伤风化，而且还会严重的污染水源，损害公众健康那我提醒一下网友们，防范和重视这个问题，这不仅符合这个言论自由，而且还是在造福大众吧。面对他伶牙俐齿的这么一通输出对面的警察大叔明显有点底气不足，他也没否认随地大小便的事儿，只是强调说那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了，而且醉汉、瘾君子、猫猫狗狗什么的都有可能在沙滩上留下点什么纪念品
你不能单单针对某一种族啊。Maybe don't note a particular race. Well, I'm entitled to speak on my experiences. I did not tell anybody to attack them. I did not allow racism. I've made it clear that I do not condone to racism. 可小姐姐却完全无法苟同。她说这个事儿啊，首先它不是什么旧新闻，之前就有，只不过现在愈演愈烈了。今年夏天到现在，我就目睹了10多次啊。我们家后院离沙滩就几步路，在家里头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啊，我在原视频里头可没说到底是什么人在公共沙滩上大小便。既然有人非要对号入座，老娘就不藏着掖着的，就是那些印度人干的呀。而且呢，我也没有种族歧视，我老公就是印度人，闺女是半个印度人。就事论事，指责不讲公德的行为，怎么就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了？这下好了哈，那些举报视频的人是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姐姐居然藏着这么个后手，可谓是回旋镖飞了一圈，准确的扎回了自己的脑门上。最后就连警察都不得不主动告辞，不过还是要求他删除视频、删除评论，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原本啊，小姐姐还想要坚持一下的，结果第2天就收到了 TikTok 发来的信息，表示她的视频里头包含不合规内容，不仅直接下架，就连她的账号都被临时封停了。那这种连审判程序都不走啊，就直接处理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她。于是呢，她又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发布了这个视频，表示要跟那些举报她的印度人、TikTok 平台以及安省警方死磕到底。她甚至还打算做成一个系列，专门就曝光那些乱排乱放的恶行行为。这个视频一出啊，网上自然又炸了啊！不解决问题，反而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安省警方的这种做法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于是网友们纷纷在下面留言支持小姐姐的做法，还有不少人也跟随这个热度，号召在全加拿大甚至是全北美就拍摄那些随地拉屎的印度人，曝光他们。很快啊 ，Put your pants up， 把你的裤子给提起来，就成为了新热搜。不少人抛出照片啊，在停车场的、公园的、高速公路紧急停车道上的，甚至学校后操场的。虽说很多照片都打了后码呀，但还是能看出来是棕色皮肤，疑似印度人在那边撇大条。其实长久以来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受到这个民众的广泛支持的，但是一旦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啊，民众就会有这种感觉，说这工作机会也变少了，物价在上涨，租房买房我自己都快租不起了，又来了这么多新移民啊，原来的沙滩是碧海蓝天，现在的沙滩是臭气熏天，那可不就开始对这个移民政策很反感吗？而且呢，根据加拿大官方的这统计数据啊，单是2022年这一年拿到永久居住的印度人呢，就有 11.8 万，相较10年前就增加了 260%， 一跃成为了所有移民族裔中的 No.1。 中国虽然排第2，但是只有3万多人，连印度人的1/3都不到。而且这些印度新移民中很大一部分在落地加拿大后的几年时间里，就业范围啊就是 Uber 司机、公寓保安、零售业以及餐饮业。您没听错啊，餐饮业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例。印度人在食物上面干净又卫生的特色标准也因此发扬光大到了加拿大。就拿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吧，曾经在加拿大国民咖啡店 Tim Hortons 里面呢，看到过一个印度裔的店员用不戴着手套、留着长长的指甲的手啊，就抠着甜甜圈中间那个洞来装袋，让人难免胃里是一阵翻涌啊。有过类似经历的呢，肯定不止我一个。不久前啊，就有一段短视频在网上疯传，拍摄地点是一间 Subway 快餐店，一个印度裔的小哥赤脚坐在准备食物的那个餐台上，一张一张的把火腿片给摞起来，一没戴手套，二来啊，你定睛一看，这大哥的脚底板那叫一个黑呀。只能说这个边抠脚边备餐的操作，哪怕是放在印度都非常炸裂。但是店里的标识和装潢，这分明就是在一间位于北美的 Subway 的连锁店。除了这些让人看了就反胃的食品卫生问题，网友们还指出啊，不少印度人经营的店里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是常规操作。再是口碑好的连锁品牌，一旦被印度老板接手，不出几个月，咖啡是越来越淡，肉蛋堡里的肉饼越来越小，就连免费的冰块都抠抠搜搜的一颗一颗给，主打一个苍蝇腿的肉也是肉，能从顾客牙缝里抠一个是一个。于是啊，网上就掀起了一阵抵制印度人经营的餐馆运动，有人因此专门制作了地图，把印度老板和雇员多的店家一一标出来给大家避雷，
还在多伦多评选出含印量最高和最低的社区。一般来说啊，在遭遇到这样被群起攻之，而且呢又是自己一方理亏的情况啊，大多数族裔通常会选择忍气吞声，夹起尾巴做人，并且会从自身入手，从源头上改掉那些不文明的习惯，提高社会的认同感。但是呢，印度人却明显不能算是这普通的大多数啊。在团结一致护犊子的血脉觉醒之下，这事儿它居然反转了。首先啊，就是那个录视频的小姐姐，有人就翻出了她的脸书账号，发现她自我介绍说是一个居住在 Wasaga Beach 的单亲妈妈，而她又在视频里明明说这老公是印度人啊，自己的闺女还是半个印度人呢。这么一叠加，就能得出结论，她的前夫是印度人。您别看丈夫和前夫是一字之差，这里面包含的情感倾向那可是差得大了去了。她搞不好就是对前夫怀恨在心，恨屋及乌，这才阴阳怪气的开地图炮。而且啊，他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拍摄系列视频吗？我们等来等去都没有下文啊，那谁举报谁举证啊？你连证据都没有，跟他说个毛线？那张在 Twitter 上广为流传的禁止印度人在沙滩上拉粑粑的告示板，并没有出现在 Wasaga Beach， 而是在非洲的加纳。不仅上面的人物被换成了印度人，就连底下印的印地语啊，也是被人后期给 P 上去的。而那段在 Subway 里头赤脚备餐的视频，经过了地理大挪移，上传地点变成了美国芝加哥，而不是加拿大多伦多。而另外一张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一个包头大爷在车子旁边用咖啡杯解决问题的照片，则被旁边的那家加油站的老板作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啊，都是网友们移花接木的产物。总结下来就是这些都是假的。印度人也许在国内有到处乱拉的陋习，但是到了国外，那可个个都是温良恭俭让、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对此啊，网友们哪能善罢甘休啊？首先是小姐姐按照先前的承诺，就真的放出来了一个视频证据。前半段呢，是一个光着上半身的印度男青年在沙滩上晒太阳，旁边是一个小的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那种迷你小帐篷。小姐的话外音就解释说，这就是他们搭建的临时帐篷。后半段呢，则是晚上小姐姐等那些人都走了之后啊，去那个小帐篷的位置实地查看了一下，这沙子的确有一些被人刨过的痕迹，跟猫用猫砂盆用过之后留下的那个痕迹啊差不多。当然了，为了大家的心理健康，小姐姐并没有把下面的内容啊给翻出来看。不过懂的都懂啊，那埋的不是那啥还能是啥呀？不仅如此啊，一个 P 图大神也站出来，仔细分析了那张包头大爷在咖啡杯里排泄的照片，指出里面不管是光线还是车子上面的倒影，都看不出有任何 P 过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图啊，很大可能就是真的。而另外一位网友在对比了另外一段在大多伦多地区 Brampton 拍下的视频，发现啊，其中当众脱裤方便，并且还用手做出难以描述行为的印度男子，跟加油站咖啡杯大爷，不管是体型还是开的车的车型或者车牌号，都高度相似。难道说这事儿还能有惯犯吗？那么旁边加油站老板为啥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呢？只能说啊，那位老板不出意外的，他长这样。更夸张的，这个名叫 Raj Gravel 的老板呢，居然还是 Brampton 的议员。你说堂堂一个议员，居然公然实名包庇一个随地大小便的惯犯，只能说啊，如果这大爷不是他亲爹，那么这世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店员边抠脚边做三明治的那个事儿呢，倒是的确被证实是发生在芝加哥。不过这样美国网友们直接炸了毛啊！本来想隔岸观火的吃个瓜啊，看个热闹，这下可好，小丑竟是我自己呀！What？ 除了印度人呢，这起闹剧中受伤最深的，那就是 Wasaga Beach 小城的商家们。原本这个只有27000人的小城，一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就是旅游业，尤其是夏天那些短途开车过来度假的多伦多人，为的就是从大城市抽一下身，享受一下美好大自然带来的松弛感。结果就因为那一小撮人松弛的过了劲儿，连括约肌都跟着一起松弛了，让这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在字面意义上做到了臭名远扬。再加上这阵子的巴黎奥运会，那塞纳河的水质是结结实实的给全世界人民科普了一下大肠杆菌的危害。尤其是那位加拿大铁人3项运动员啊，在比赛结束后喷射性的呕吐，简直堪比恐怖片现场啊！
一想到 Wasaga Beach 满满的聚集着同款的病菌，直接就能劝退不少想要过来享受沙滩和阳光的人。不仅带着一家老小计划要来个亲子游的打起了退堂鼓，那些开着私家游艇的富豪们也拒绝上岸消费，这让那些疫情后好不容易重振旗鼓的小商家们又遭受了一泡屎带来的重创。为此啊，小城的市长亲自出来喊话，说大家别信啊，网上那些信息很多都是误导性的，图片是移花接木，发帖人是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任何海滩上拉屎撒尿的投诉，每天巡逻的沙滩救生员也从未看到此类不文明现象。而且呢，从4月份到现在，我们都派人定期的测试过几处公共沙滩的水质，通过率 99%， 大家可以放心游泳。市场大人呢还强调说啊，就算是有人在沙滩上面排泄，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到处都是公共厕所，相信不会有人因为内急而干出那种缺德带冒烟的事。不过令人感觉到有点尴尬的是，哪怕是在这个澄清的视频中，镜头过处啊，这每个厕所的门口都排着长龙呢，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市长口中的所有游客都能做到厕所自由，那不就是说说而已吗？而且啊，就在这个视频发布的第2天，沙滩上就出台了禁令，禁止人们使用那种4面封闭的小帐篷，也就是小姐姐视频中所说的印度人临时厕所的同款。那这个禁令赶在这个时候出台，多少有那么点此地无银300两啊。在这一番折腾之下，就连安省省长福特也终于出面了，他神情略带尴尬地表示说，上厕所这应该是人类起码的认知吧，相信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的。我们省政府反正已经拨了100万加元给 Wasaga Beach 修建和维护公共厕所，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钱是给过的，至于为什么依然有上厕所难的问题，就应该问问是不是他们市政府偷偷的把马桶给摊了。Yeah, they don't have 100% proof, but we've given, by the way, we've given Wasaga Beach $1 million to build bathrooms and build, and hire more people. But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talk to the mayor. It's a very popular beach. 闹了半天，这事最后啊，还是跟修厕所有关，简直就是印度电影《厕所英雄》的翻版啊！只是加拿大的这个《厕所英雄传》还给直接拔高到了政府的贪腐层面。那不管是市长还是省长的声明，不仅没有平息有关此事的争论，反而让网友们又把矛头直指移民局啊！你们口口声声说的要吸引优质的外国移民，给加拿大的经济来个大的，这下可好，接收过来的人二话不说直接来了坨大的，这事儿咋说呢？之前咱们也说了，加拿大这几年啊，印度的移民数量井喷，是其他族裔的好几倍，而且这里面还不包括21.5万拿学生签证的印度留学生，以及天知道有多少工卡或者是没工卡的访问签证的持有者。至于那些甚至连合法签证都没有，通过各种途径润到加拿大的，更是不计其数啊！也难怪有人惊呼，现在的加拿大简直是硬山硬海。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变身了多德里、印哥华，再这么下去啊，不久后估计遍地都是包头市。本身移民数量就大，再加上各种黑中介伪造录取通知书、资产证明骗取签证，导致里面是良莠不齐，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真正的精英，也有随地大小便、插队吐痰影响市容的最底层。不得不承认啊，确实有很多印度人非常聪明，这一点呢，也可以从硅谷近些年来高管们日趋硬化上面体现出来。但是呢，也的确有很多人没把这个聪明劲儿放在正道上，只要脸皮够厚，底线够 low 啊，在坑蒙拐骗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新赛道，处处都有新打法。而且就像我们之前在苹果园骗局里头讲的那样，骗子中介可不管你的国籍背景啊，能捞一个是一个，对他们自己的老乡也是一样的心狠手辣。很多印度的留学生呢，在缴纳了高额的签证费用，来到加拿大之后才发现，他们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既无法上学，又没法合法工作，只能在各种印度人开的店里头打黑工、送外卖，甚至干脆混起了帮派。相比于印度裔日渐高涨的犯罪率，其实随地大小便这个事儿啊，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而那些真的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也会因为语言和成绩不好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于是啊，在今年6月份，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这些大城市啊，就爆发了印度留学生因为签证到期而不得不回国，所以就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把他们的工作签证延长到5年，甚至干脆给他们就发枫叶卡算了。
那你说大家都是学生，毕业之后拿到3年工签，去工作累积经验，申请 PR， 怎么就你们要延长到5年呢？而更夸张的是，有知情人士称，自由党议员和移民局的官员似乎都在支持他们的诉求，向包括 PEI 在内的各个省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接受这些学生们的条件。那这个消息一传出啊，网上是一片哗然。有网友就留言说，他们凭什么提出这种要求？加拿大欠他们的吗？有人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自由党政府，认为是托鲁多在跟这个以印度人为主的 NDP 党狼狈为奸，出卖加拿大人的利益来换取印度人手中的选票。不过有一说一啊，印度人的这个参政议政意识貌似是所有移民族裔当中最高的。就以我们团队认识的几家印度移民为例啊，那个个都是非常积极的投票啊。年轻一辈呢，还会多少了解一下议员们的执政理念、财政规划属于哪个政党。老一辈直接看脸，无脑投给老乡就对了。这样一来啊，随着印度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移民政策呢也越来越向他们倾斜，手里的选票也越来越多，如此循环，才形成了今天这副看不惯又没办法的情况。以前啊，我们听过一句话，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3个中国人是条虫，有点自省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缺乏凝聚力啊。而这句话呢，放到印度人身上，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是一大群虫，那硬生生的把自己给拧在一起，就拧成了一条龙啊。这也许才是这个荒唐的大变门事件中最无奈也是最现实的一点。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